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来说一位台湾小姐姐勇闯虎穴的传奇经历。虽然她最终死里逃生，但故事的余音似乎依然不断。制作不易，希望大家看完后长按点赞键支持一下。我们暂且把这位小姐姐叫做皮皮。24岁的皮皮长相漂亮，身材傲人。她原本在健身房担任教练，她本来日子还过得马马虎虎。可是疫情的到来，让她的收入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再不赚多点钱啊，那过多几天就得流浪街头了。为了获得多一份收入，皮皮呢开始在网上分享自己的健身教学视频，偶尔还会发一些生活日常，并且成功积累了一批粉丝。他准备走网红道路。皮皮的本意呢是想借助社交媒体来推广自己的健身课程，可是一番操作下来，他发现网友更喜欢的不是运动带来的线条美，而是脑海中亲密接触的那种想的美。就在皮皮陷入苦恼时， IMS 上的一位好友告诉他，我这里有一份工作，月薪2万5，你要不要来试一下？只不过呢，工作地点是在柬埔寨。他看到2万5前面的美元符号，皮皮眼前一亮，这可相当于77万多新台币。那如此诱人的薪资很难不让他心动。虽然工作地点是在柬埔寨，距离台湾有点远，但是去哪里赚钱不都一样嘛？再加上柬埔寨的消费也不算高。在追问之下，这位好友表示，这份工作的主要内容呢，是帮助董事长处理日常事务，包括工作和生活2个方面，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私人助理。那当然，谨慎的皮皮并没有当场就答应，那毕竟天上不会免费掉馅饼。而在和这位网友聊了一段时间后，皮皮决定动身前往柬埔寨。他的想法很简单，做个1-2年后就辞职走人，那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所以在2022年6月25号，在这位 IMS 网友的精心安排之下，皮皮来到了机场。而临走之前，他把家中3岁的女儿带到了母亲家中，让母亲代为照顾。而在通往柬埔寨的候机厅里，皮皮看到有很多保全举着告示牌，上面写着一些警示话语，包括高薪轻松含机票，小心自己被卖掉。他看着这些文字，皮皮并没有多想，而是直接就坐上了飞往柬埔寨西哈努克市的航班。透过飞机窗户，皮皮发现，自从飞机进入金边之后，地面上就多了很多建筑工地，许多大楼的主体框架更是拔地而起。如此看来，当地经济形势稳中向好，一片大好。那从机场出来后，皮皮看到门口有很多人举着牌子，有的牌子上还写着 VVIP， 全称是 Very Very Important Person， 就是 VIP 中的 VIP。 那当然也有人把它翻译成 Very Very Important Peach， 非常非常重要的猪仔。那至于为何要把这个 P 翻译成猪，那小袁在这里呢就先卖个关子。从飞机上下来之后，皮皮却始终没有看到 IMS 的那位网友。他等了好久之后，这位网友才说自己临时有事，已经让别人去机场接他。而就在皮皮犹豫要不要原路返回时，一辆面包车突然停在他的面前，车上下来2个年轻小伙子。那看着这辆 low 到马里亚纳海沟的面包车，皮皮心里掠过一丝不爽。好歹我也是 VVIP， 那你们就是这样来敷衍我的吗？不行，不是大奔我不做。可还没等皮皮反应过来，他手中的行李就被男子夺去，然后被推到车上。一番7转8拐之后，面包车来到了一个工业园区。那看着周围的环境，皮皮觉得事情好像不太对。他质问开车的男子，这是哪里？我是来应聘助理的，你们把我带到这里来干嘛？那听到助理2字，几个男子哈哈大笑。其中一个男子告诉皮皮，你已经被人从台湾卖到了柬埔寨，你那个跟你说招聘助理的网友就是个骗子，专门骗你这种想获得高薪工作的年轻人。我不知道他用什么借口骗你过来，但我知道就在刚刚，他收到了一笔卖猪仔的中介费。那说着说着，
园区大门里走来的一个男子，他告诉皮皮，你现在只有2条路，要么跟着我们干，要么被人干。他看着嚣张猥琐的男子，皮皮激动地送了他一脸口水。那不出意外，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皮皮遭受到了无情的虐待，然后被独自关在一个小房间里。从凌晨坐飞机抵达柬埔寨金边，到早上被载到西港，再到25号下午获知自己被卖的事实，在短短1天时间里，皮皮从天堂掉到了地狱。可这仅仅只是开始。那由于拒绝网络诈骗，所以皮皮到达园区没多久后就遭到了毒打，还被3个男人轮流侵犯。那一番折磨之后，又被卖到了另外一家公司。在第2家公司的宿舍，皮皮又遭到了侵犯。那身心上的双重折磨让皮皮在26号白天直接瘫倒在床。他很想报警求助，可自己的护照和身份证都已经被拿走了。那再加上言语不通，所以只能放弃报警求助的幻想。而在26号晚上，皮皮又被带到了另外一家酒店，在那个晚上遭受到了3份折磨。那从25号到30号的5天时间里，皮皮呢总共被9个男人侵犯，还先后被转卖到4家不同的公司。第4家诈骗公司的人告诉皮皮，小妹妹啊，不是哥哥不怜香惜玉，是你前面几家公司都说你不太老实啊，那所以到了我这里你就给我安分点，那不然的话我就把你卖到缅甸的 KK 园区，那到时候就算是神仙也救不了你。那相比较于此前的拼命反抗，这一次呢，皮皮表现得像是个小绵羊。园区的管理人员告诉皮皮，我这人呢心地比较善良，看不得漂亮妹子受折磨，所以我有4条路给你选。那其一是做诈骗，以此来还清你欠我们的钱。那听到这话，皮皮一脸疑惑，老娘啥时候向你们借钱了？他把我折磨成这番惨样，我们还找你们赔医药费，算你们走运了。还没等皮皮心里发完牢骚，园区的头头就拿出计算器按了起来。酒店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等等，那不算不知道，也算吓一跳。那第2条路呢，则是抓替补。想回台湾，那就再骗5个亲朋好友过来，或者叫家人转3万美元过来。那第3条路呢，则是卖到下一家公司。而说到剩下的2条路时，园区头头露出了猥琐的笑容。他一边用手拍着皮皮的脸颊，一边温柔地解释道，那至于第4条嘛，就是把你卖到鸡窝，或者把你卖到 KK 园区，在里面像杀猪那样把你全身从上到下值钱的器官给摘下来，然后拿到黑市出售。那无奈之下，皮皮只能答应跟着他们一起干诈骗，然后伺机逃跑。那原以为接下来的日子会好过一点，可实际上根本就不是。正式上岗第1天，皮皮就被叫到了一栋办公楼里。一走进去，皮皮看到了整个楼层摆着密密麻麻的办公桌，桌上呢配有电脑电话，有人一边看着桌上的文件，一边拿着电话刷个不停，也有人看着电脑一直点个不停。那诈骗对象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华人地区，上至年过花甲的老人，下至10几岁的青少年。诈骗套路更是五花八门，从美丽小姐姐在线发牌，到你已经被警方通缉等等，你能想到的诈骗套路里面都有，你想不到的里面也有。那虽然皮皮很不情愿，但是为了生存，他还是照着桌上的诈骗剧本按下了电话键。可几十个电话下来，皮皮一个都没有骗成功。1天没有业绩，那负债便1天的增加。因为园区里所有的东西都是要用钱买的，可皮皮手头上并没有钱，那就只能预支未来的诈骗收入。那看着自己的负债越积越多，皮皮心里很是着急。机灵的皮皮开始观察着园区管理的漏洞，开始寻找逃生的机会。后来还真的给他找到了机会。在趁着管理人员不注意时，皮皮利用上网的机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大量的求救信息，从 IMS、Facebook、YouTube、Twitter 到迪卡等等，皮皮几乎都试了个遍，可是几乎都没有什么效果。
后来在机缘巧合之下，有个名为好棒棒的 YouTuber 看到了皮皮的求救信息，而刚好当时这位博主正在柬埔寨救人。那至于这位博主为何会千里迢迢赶到柬埔寨救人，这还得从另外一件事情说起。因为这位博主呢，此前在他的频道里做过诈骗题材类的视频，那一位大叔看到后便联系他，问他能否帮忙救救自己被骗到柬埔寨的儿子。而这位博主在收到求助后，他就马上策划了营救行动。可有个关键的问题，自己没权没势，要怎么进入园区救人呢？那唯一的办法就是只能联系相关机构，以此让柬埔寨的警察和宪兵队协助救人。可有个尴尬的问题，柬埔寨的警察腐败严重，那此前就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这边受害者家人刚报警，那边园区就马上收到消息，将人卖到下一个园区。那为了救出更多的人，这位势单力薄的博主不得不引入更多的外部力量，从官方到民间再到个人等等。那其中呢，就包括一个名为 GASO 的民间组织。GASO 成立于2021年6月，全称是全球反诈骗组织，属于一个非盈利的组织，主要呢是为世界各地的网络犯罪受害者提供支援，那其中也包括我们亚洲地区。它的官网上的宣传信息涵盖了多种语言。而对于一些受害者的求助，这个组织呢会给出一些建议，或者是说帮忙联系外部力量介入。这个组织呢也曾经受到过国际刑警的高度肯定，因为其经常向警方提供很多有用的情报。可就在2022年8月时，这个组织却突然发布了一则奇怪的通告，内容是从8月3号起不再协助救援到柬埔寨的台湾人和马来西亚人。那作为一个反诈骗组织，怎么突然就说不救台湾和马来西亚人呢？为何要区别对待呢？那其实这件事情和我们这位皮皮还多少有一点关系。根据皮皮的说法，他在被转卖到第4家公司时偷回了自己的护照，因为当时公司刚好准备转移，那一系列阴差阳错之下，自己才有这个机会。那由于西港警方和诈骗园区关系错综复杂，所以 GSO 把皮皮被困的消息转给了中国大使馆。那通过皮皮的定位记录和护照等身份信息，工作人员呢立即联系了西港的官方机构，要求当地宪兵队和警方采取措施救人。那加上好棒棒博主后来的努力，除了皮皮，还有另外几名受害者也被救了出来。那根据迪卡某位知情人士的爆料，在救出皮皮之后， GSO 成员借了他$3000，让他去医院检查身体，甚至呢还有人主动出面担保，以此让皮皮能够顺利离境。那按理说事情到了这里那虽然不是最好的结局，但毕竟也是大家全力以赴的后果。可谁知皮皮刚回台湾没多久后，就发生了让人意料不到的事情。从柬埔寨死里逃生后，皮皮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同情，他也借此机会参加了很多节目，分享了自己在柬埔寨的经历，告诉大家不要轻易听信所谓的高薪诱惑去柬埔寨打工。可后来有人爆料，这个皮皮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面目，他在台下将网名改为皮皮 NGO 顾问，还说是大陆人逼着他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才救他，在吃饭的时候还强迫他唱国歌。那么事情真的是这样吗？政治真的被放到了人性面前吗？那因为缺少官方的评论和报道那所以对于皮皮这些说法，那小约呢很难考证。但是呢，在迪卡之上有人爆出了一些社交媒体的聊天记录，而在其中一张聊天记录中， GSO 成员表示，那个唱国歌的视频是大陆一位退伍军人在庆祝大家获救时唱的，人家只是尽兴唱了一把，那从头到尾都没有强迫皮皮跟着唱，那不料被皮皮以此颠倒事实。你不感谢救你一面的恩人就算了，你还要倒打一耙。那除了群聊大战，这些聊天记录中呢，还有皮皮为了金钱分享自己身体的投石问路，那以至于让人看完记录之后就不得不怀疑皮皮是不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而这场争吵背后的真相
到底是无中生有还是农夫语赊，小人呢我是不得而知。但是一则来自 GASO 官方账号的消息似乎能给我们解惑一二。2022年8月3号 GASO 发布通告，自从今天起，本机构拒绝受理台湾和马来西亚人的求助信息。那相比较于正常思路，小渊我更希望当时 GASO 的账号是不小心被人黑了。那一般来说呢，会去柬埔寨的台湾人大概有3种，其一呢是正常工作或者是探亲的民众，那其二呢则是被骗的猪仔，那最后一种呢则是冲着诈骗带来高收入的人。那很明显 PP 不是第一种。这件事情传开后，在华人圈里引起了热议，有人夸张地调侃道，这个 PP 啊，凭借一己之力交失了 GASO 的心。那24岁的 PP 社会经验呢并不少，一个精神正常又不是刚出社会的人，怎么可能不会怀疑这份工作的真实性？那用脚想一下就知道，没有优秀学历和拔尖技能的自己，那何德何能可以拥有这份25000美元月薪的工作呢？还是在遍布诈骗集团的柬埔寨？那合理的解释只有2种。其一，皮皮只说了事实的一半，那也许这份工作真的是有25000美元的月薪，而迪卡上曝光的部分聊天记录似乎也表明皮皮是冲着柬埔寨的长期饭票去了。那至于第二种解释想象力呢就有点冲出银河系的感觉。那有网友甚至怀疑，这家伙会不会从头到尾就是在联合柬埔寨的诈骗集团，把台湾人被骗去柬埔寨的热度炒高，而趁此机会拉高解救被困台湾人的赎金。那不然皮皮被卖到第4家公司时，怎么能够拿回自己的护照呢？那要知道，被骗到柬埔寨的人第一件事情就是被没收身份证和护照，而园区里的那些管理人员也深知这些东西就是他们控制猪仔的筹码，那怎么可能那么容易被猪仔偷走呢？那从事情发生到现在，真相如何似乎很重要，但也似乎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如果我们仅仅把目光集中在这个皮皮身上，那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柬埔寨的西港为何会成为诈骗之都？东南亚又为何会成为猪仔之地？或许这些问题才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那要解答这些问题的来龙去脉那远不是一个视频就能做到的。那小约呢只选择柬埔寨作为切入点，或许呢我们可以从中窥之一二。那柬埔寨网络诈骗盛行，得从柬埔寨的土地问题说起。在几十年的动荡发展后，柬埔寨的大量土地被少数精英控制着，那当然也有一部分是被国家控制。但讽刺的是，控制柬埔寨这个国家的还是那批为数不多的精英。那土地放在手里是不会凭空产生财富的，要么进行着手开发，要么将它转手甩卖。那按照正确的经济逻辑，开发土地，建设配套，引进科技，提升效率，把蛋糕做大分给大家一起吃，这才是可持续发展的路子。可是这种路子呢根本就不适合穷人。那欧洲能有今天的高福利，那是通过殖民获得了原始资本的积累，而美国则是大发战争财。那对于一穷二白的东南亚国家来说，他们只能选择房地产来拉动经济，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卖地。那更严格上来说是租地，把土地租给别人，那时间一到，这些东西都是老子的。那这种躺着就能来钱的方式只要吸上几口，毒瘾呢便会渗入骨髓。就拿柬埔寨来说，从2000年到2013年间，柬埔寨呢就有300万公顷的土地被租给了国内外公司。而出乎意料但不出意外的是，这300万中有60万是被掌握在了柬埔寨皇宫里的前5位统治者手中。那这么说可能太过学术化了，所以呢小袁给大家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呢拍摄于2018年柬埔寨的西港，上面是一个大型海滩度假村的建筑工地，下面呢则是一个棚户区。棚户区的门口坐着一个女人，那准确的来说应该是个女孩。
女孩衣服非常破烂，表情也很是痛苦，她的手中还抱着一个小孩子。那女孩之所以会沦落至死，是因为她原本生活的渔村呢，被强制征收开发成度假村。那在理想的国度里，女孩背后的高楼是精英发展经济后与女孩分享果实的工具。这些高楼应该是他们的天使，他们幸福生活的来源。可现实呢，却完全相反。度假村里的高楼建筑不但不是女孩的靠山，反而是天堂与地狱的一道裂缝。也就是因为这道裂缝，许多魔鬼从地狱之门喷涌而出。这些魔鬼就包括网络诈骗。那因为租下土地的建设者，他们很少人是冲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去的。这些高楼要么成为度假产业中的其中一员，要么就变成网络博彩的办公场所等等。而大部分被骗去东南亚做诈骗的人其实大多都是冲着高薪二字去的。那然而可惜的是，直到成为任人宰割的猪仔之后，他们才知道生命应该放在贫穷前面。那面对被恶魔牢牢锁住的园区大门，这些猪仔呢，只能努力安慰自己，那与其每天遭受虐待，不如提高诈骗业绩，赚多点钱，换多点自由和权利。那你说他们是自愿的吗？那肯定没人相信，是吧？那你说他们是被强迫的吗？又似乎不太对。在自愿与强迫之间，就存在着一种模糊的空间。而这样的空间呢，只要一天没有被盖上，那就会一直滋生着随波逐流的平庸之恶。天下熙养，皆为利来。人类一切错综复杂的活动都离不开金钱。金钱既可以是天使，也可以是魔鬼。我是小渊，我们下期再见。